婚后第3年，楚凌云的狂热爱慕者遭人凌辱，并传出怀有身孕的消息。当夜，苏婉清便被几个地痞掳走，经受了一番非人的折磨。醒来时，她的枕头边放着未拆封的电报。该女士由于死亡，身份户籍已经注销，参与楚家银行的投资自动终止，请合法继承人写死亡证明、继承公证书及有效身份证到证券公司办理后续事宜。苏婉清只当是银行弄错了，强撑着致电户籍登记处，却听那头办事员道：苏婉清女士，早在1周前，她便已确认遭虐杀身亡，是她的前夫楚凌云先生亲自拿着死亡证明来办理的户籍和身份注销。苏婉清如遭雷击，指尖冰凉地攥紧电话听筒，唇瓣轻颤。有找到他的尸身吗？若无尸身，楚凌云何来的死亡证明？楚凌云又如何成了他的前夫？办事员叹了一声，语气里竟带着一丝艳羡。苏女士的遗体据说遭凶徒损毁，难以辨认。她去世后，楚先生悲痛欲绝，为慰藉哀思，娶了一位与苏女士有几分相似的女子。那场婚礼轰动整个沪上，您没看报吗？楚先生真是用情至深。电话听筒自手中滑落，砸在颈背上，心口泛起密密麻麻的锐痛。连一个陌生人都知楚凌云爱惨了苏婉清，可他明明未死，楚凌云为何要出具假的死亡证明，注销他的身份，另娶他人？苏婉清忍着汹涌泪意与伤口撕心裂肺的疼，掀开被子，跌撞着冲出医院。街边报童正吆喝着当日头条，巨幅广告牌上刊登着楚凌云在慈善夜宴上为新婚妻子一掷千金，拍下稀世粉钻的新闻。苏婉清也终于看清他娶的是谁，柳依依。瞬间耳边嗡鸣不止，他不知自己是如何赶到那家举办夜宴的豪华饭店。待昏沉的意识稍微清醒，他看见楚凌云与他的秘书站在廊柱旁，似是在等人。苏婉清想冲过去质问，却听秘书开口道：先生，您这回真是大手笔，为博柳小姐一笑，竟将那粉钻天价拍下。这半月来，您为柳小姐花的大洋，快抵得上楚家半副身家了，还说不喜欢柳小姐。楚凌云轻笑：他既喜欢，便是天上的月亮，我也会想法子摘给他。秘书不解地挠头：先生，属下愚钝，您最爱的不是婉清小姐吗？柳依依既有了身孕，让她生下便是，何至于要大费周章弄什么死亡证明，注销婉清小姐的身份，再明媒正娶柳依依？楚凌云靠在廊柱上，淡淡瞥他一眼，刚摸出烟盒，忽似想到什么，朝洗手间的方向望了一眼，随即将整盒烟丢进一旁痰盂里。提及柳依依时，他眼角带笑；提到苏婉清时，那笑意便淡了几分。半月前，婉清为了赶走依依，竟给她下药，将她丢给码头苦力。幸而我及时得知依依真实身份赶到，原来她就是我苦寻多年的沪上商会会长千金。我少时承诺过，绝不会再让她落泪。我爱婉清，但也不能再负了依依。依依爱我之深，甘愿没名没分地跟着我，但她现在未婚先孕，怕败坏门风，想去医院流产。我怎么忍心让她伤害自己的身？唯有婉清死了，依依才能堂堂正正嫁我，生下楚家骨血。秘书忧心道：婉清小姐今日也该醒了吧？您弄出这么大的阵仗，若是被她察觉……楚凌云低笑，语气笃定：婉清不会察觉，我已打点好医生，将她的身世说得更重些，需再静养1年，待依依平安产，我便与她离婚，再接婉清回来。你管好底下的人，不要去婉清面前走动。苏婉清立在远处听着，泪如雨下。原来楚家银行周转不灵，濒临破产，是因楚凌云为柳依依挥霍无度，他却还傻傻的想变卖首饰投资楚家，助他渡过难关。原来他所受的酷刑折磨皆出自楚凌云之手，只为注销他的身份，好让柳依依清清白白的嫁入楚家。原来早在那半月前，楚凌云就已与痴缠他半年的柳依依暗通款曲，可他从未对柳依依做过什么。而楚凌云口中的沪上商会会长千金，明明是他啊！苏婉清清晰地记得，他曾说：任凭柳依依再如何纠缠我，我绝不会多看她一眼。婉清，我此生所爱之人，若不能与你白头偕老，我死不瞑目。昔日炽热诚挚的誓言犹在耳边，如今却化成最锋利的刀，狠狠扎进他心口。他恍惚想起少时与楚凌云的初遇，8岁那年，父亲纳妾，母亲精神恍惚欲拉他投井，是邻家那个沉默的少年楚凌云救了他。自此，他像一束光照进他灰暗的生命，也曾许诺绝不会再让他哭。12岁，楚家举家迁往他省，他的人生再次坠入冰窟。直至22岁，苏婉清与父亲决裂，改随母姓离家，流落街头时，他遭遇楚家旁支欺辱的楚凌云。这一次换他来救他，他用真心融化了楚凌云用以自保的冷漠外壳。此后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，他为他叠过上千只纸鹤与星星，跑去码头扛包挣钱，带他去听最时兴的留声机唱片，为替他教训出言不逊的车夫被拖行数条街。他爱得疯狂，为与他相守，忤逆家族，豁出性命也在所不惜。成婚那日，楚凌云更以性命起誓：婉清，我们同病相怜，此生最恨便是背叛。我楚凌云对天发誓，此生绝不负你，若有违此事，叫我不得好死。如今看来，竟成了天大笑话。苏婉清万念俱灰，忍不住惨笑出声，
眼泪却奔涌不止。他狼狈地逃离饭店，每一步都似踏在刀尖之上，过往种种在脑中分沓闪过，直到护士看见他惊叫一声，他才迟钝地发现身上狰狞的伤口已重新裂开，鲜血涔涔。苏婉清却觉不出疼，世间万般痛楚，皆不及此刻心碎。回到病房，他拨打了楚凌云特意为他在房间里安装的电话，给我查柳依依的身份信息。电话那头是父亲身边的钟秘书。柳依依小姐，您说的怕是林依依吧？您离家后，老爷怕自己寂寞，便让管家林妈的女儿进了公馆相伴。林依依为与老爷亲近，自行改了姓。原来柳依依是林妈之女，却改了姓氏，偷整了容貌，在外冒充起她商会会长千金的名头。钟秘书，辛苦你转告父亲，我愿意回家，但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将柳依依赶出柳家；第二，我要接手柳家的全部产业和一个全新的身份。没过多久，钟秘书回复他：小姐，老爷目前正在南阳洽谈生意，约1周后返沪，到时候我会亲自接您回公馆。苏婉清回他：好。是楚凌云先背弃了誓言，他不要他了。既然户籍身份已被注销，那一纸离婚书也成了多余。电话挂断后，他又打给报社的发行员，预定了以后的新报纸。护士准备好工具，过来重新为苏婉清包扎伤口。这期间，他自虐般地看着卖报小孩送来的新报纸，铺天盖地都是楚先生为新夫人购置洋装、珠宝，出入各大舞会酒宴的新闻。最后，他靠在病床上，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上缓慢转动的吊扇，对护士轻声道：别告诉他，我出去过。护士噤若寒蝉，若让楚凌云知道是因他们疏忽让苏婉清跑出去导致伤势恶化，定然不会轻饶了他们。出了门，护士只敢电话告知楚凌云，苏小姐醒了。不过半个时辰，远在几十里外驻地的楚凌云便驱车赶来。见到苏婉清的瞬间，他脸上的焦灼化为狂喜，额上带着急奔后的热汗，颤抖着手想触碰她，又恐碰到伤口，哑声问：婉清，你终于醒了，还疼不疼？他眼底的心疼与爱意浓得化不开，丝毫不似作伪。恰如外人所说，楚凌云爱惨了苏婉清，这让苏婉清不由想起1年前，他为助楚凌云争夺家族控制权，成了楚家私生子的眼中钉，被对方绑了去。是楚凌云单枪匹马赶来，放下枪械，将他死死护在身下，替他承受了所有鞭挞。可就是这般深情的他，在他昏迷时注销他的身份，只为迎娶旁人。他的爱早已一分为二。苏婉静静看着他，双眼泛红，喉咙哽咽数次，却疼得发不出一个音。婉清，别哭。楚凌云慌了，小心翼翼为他拭泪，痛苦自责：是我来晚了，都怪我，我不该让你独自出门，伤你的人，我定叫他们100倍偿还。说罢，他目光阴鸷地打了个手势。很快，楚凌云的人押着几个血肉模糊、奄奄一息的男人进来，他们粗暴地抓着那些人的头发，将他们的头狠狠磕在冰冷的地砖上，发出沉闷声响。几人气若游丝地求饶：先生，饶命，我们知错了。楚凌云戾气未消，声音冰冷：拖下去，继续打。夫人何时痊愈？何时停下？男人们被拖走，地面留下蜿蜒血痕。这血腥的一幕被楚凌云用身体挡了大半，但那些凄厉的惨叫却清晰钻入苏婉清耳中。紧接着，楚凌云竟跪在他床前，狠狠掴了自己3巴掌，耳光清脆，在病房回响，力度极重，他的右脸瞬间红肿起来。婉清，我也该罚。苏婉清忽然看不懂他了，若非亲耳所闻，他绝不信这般爱他的楚凌云会背叛他。想到那些刺心之言，密密麻麻的痛楚再次翻涌，泪水决堤。楚凌云轻轻握住苏婉清的手指，祈求道：婉清，你若难受，便打我出气，我舍不得你哭。苏婉清将下唇咬出血，才压下翻涌的情绪，哑声开口：只是眼睛有些酸。楚凌云霎时松了口气，取出一串沉香木佛珠戴在他腕上。婉清，这是你昏迷时我特地去普陀山为你求来的。寺里大师说，诚心3跪9叩，愿望最灵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作为奖励，你亲亲我可好？他将脸凑近，往常楚凌云每送他一件礼物，总会讨一个吻。如今苏婉清脑中尽是楚凌云与柳依依缠绵的画面，恶心的只想作呕，正不知如何拒绝。一旁的电话嗡嗡作响，楚凌云皱了皱眉，看也没看就立刻按掉。电话再次响起，苏婉清淡淡道：接吧，或许有急事。楚凌云只好接起电话，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。楚凌云神色微变：婉清，确实有些急事，你等我回来。苏婉清点头，楚凌云立刻转身离去，比来时更匆忙。鬼使神差，苏婉清跟了上去。他看见楚凌云进了走廊转角的另一间高级病房，刚靠近，便听见楚凌云的声音：依依，你放心，那些伤都是做样子的。婉清给你下药，将你丢给苦力折辱，你的那些朋友气不过替你出头也是应当，我也该谢谢他们。原本我还在想如何让你顺理成章生下这孩子，他们的出现正好给了我由头，但说到底，他们那几脚让婉清昏睡了些时日，令我心中十分不快，总该受些教训，我便让他们磕了几个响头。苏婉清如坠冰窟，浑身力气被抽干，脚下踉跄，她死死扶住冰冷墙壁，才未软倒在地，艰难地张口喘息，但这无法缓解心口撕裂的痛楚。楚凌云轻描淡写的几脚，于他而言是濒死的折磨，他永远忘不了那夜，那群人蒙了他的头，
他留下明显外伤，用裹了棉布的钢棍反复击打他腿部和腰腹。送入手术室时，他亲耳听医生说双腿粉碎性骨折，腹腔内出血，脏器受损，那是实实在在的重伤。若非抢救及时，他早已命丧黄泉。病房内的声音仍在继续。柳依依轻哼一声，带着哭腔哽咽：“自你走后，谁都能欺辱我，如今连我的朋友也要因我受罪。楚凌云，你就是个骗子！若非发现我的身份，你是不是永远认不出我，更不会舍命救我，还会为了苏婉清赶我走？”楚凌云低笑，心疼地将她搂入怀中，柔声低哄：“我的大小姐，我知道错了。”柳依依止住泪，嗔怪道：“错了就该受罚。”楚凌云看她，眼神滚烫：“那大小姐想要如何罚我？”柳依依娇声道：“罚你把我手指上的眼泪舔干净。”楚凌云宠溺应下：“遵命，我的大小姐。”苏婉清听不下去，想要转身逃离，余光却透过门缝看见楚凌云单膝跪地，仰着头，极尽虔诚地舔舐柳依依指尖的泪痕，连指缝都不曾放过。拭尽泪水，他又起身，细细吻去她脸上的泪珠。很快，四唇相接，忘情而激烈。苏婉清也看清了柳依依腕上那串沉香木佛珠，与楚凌云方才送她的一模一样。普陀山许愿需极致诚心，一人一年只能上山叩拜一次。楚凌云那串究竟是为他求的，还是为柳依依？看着两人纠缠的身影，苏婉清崩溃欲哭，嗓子却疼得发不出声音。楚凌云，这就是你说的此生唯我一人。他不敢再听，怕自己会当场呕吐。回到病房，他呆坐许久，直至深夜，楚凌云才回来。他悄悄走到床边，见苏婉清已经熟睡，喉结滚动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婉清，你还欠我一个吻呢，我可要自己讨回来了。”说着，他俯身吻了过去。即将触碰的瞬间，苏婉清骤然转身，将手搭在脸上，背对他，隐忍的泪水瞬间滑落，浸湿枕巾。藏在背中的另一只手死死攥紧，他竟想用刚吻过柳依依的唇来碰她，当真恶心至极。耳边传来他无奈的低叹：“婉清，这个吻我可盼了许久，睡着了也不让我如愿。”接下来2日，楚凌云推掉所有工作，寸步不离守着苏婉清。他让秘书找医生伪造了一份严重诊断书给苏婉清看，痛心疾首地劝她必须住院疗养1年，还特意叮嘱：“婉清，你身子弱，少看些报纸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告诉我，我去给你买。”他笃定苏婉清不喜看那些小报新闻，未曾疑心，也未收走他与外界联系的渠道。可苏婉清早已洞悉一切，他再如何深情款款，他也无法感动分毫。是夜，户上暴雨倾盆，电闪雷鸣，苏婉清害怕地蜷缩在被中，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无数可怖画面。母亲在雨夜发现父亲出轨后崩溃嘶吼，父亲的外室偷偷掐他，给他喂不明药物，地痞的钢棍如雨点落下，他痛苦至极，面色惨白，浑身冰凉。楚凌云心间一颤，立刻命人冒雨过来铺设隔音毡，封死所有门窗缝隙。他紧紧抱住苏婉清，不厌其烦地压低声音，在他耳边一遍遍安抚：“婉清，别怕，有我在此，无人能伤你分毫。”苏婉清早已习惯他的慰藉，渐渐冷静。下一秒，他却僵在原地。透过暗淡的光线，他看见楚凌云手里握着听筒，他一遍遍安抚的不止他，还有电话那端的柳依依。苏婉清怔怔看了许久，最终他平静地推开楚凌云，躺回床上：“我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也去休息吧。”楚凌云未察觉他的异样，只当是关心，笑道：“婉清，我怎舍得走？我就在这儿守着你睡，连爱都能分于他人，又有何不舍？”苏婉清未发一言。楚凌云的电话通了一整夜。翌日清晨，楚凌云命秘书找人给整个医院做了隔音设施，又特意购来限量版西洋留声机，播放舒缓交响乐以安苏婉清心神。前来换药的护士羡慕不已。昨夜雷声刚响，楚先生就急疯了，生怕您受惊，这一早又折腾这些。夫人，先生待您真是极好。苏婉清苦涩一笑：“婉清是我夫人，我不待她好，待谁好？”一旁消离的楚凌云调侃笑道，邀功似的看向苏婉清：“婉清，我说的可对？”那笑声刺入苏婉清心扉，她扯了扯嘴角，紧盯着楚凌云道：“对啊，凌云发过誓，这辈子只爱我一人，若他负我，他便去死。”他想看楚凌云听到这誓言是否会心虚，可惜他错了。楚凌云毫无异色，自然得好似那日与柳依依缠绵之人并非他。有一瞬，苏婉清真想问，既如此爱他，为何背叛？就因柳依依冒用了那伤会千金的名头。唇瓣颤了许久，终未问出口：“不必了，脏了的男人，即便认错了人，他也不要了。”门口忽起敲门声，柳依依一脸愧疚地进来：“婉清姐，都怪我未管束好那些朋友，让他们伤了你，他们已受够惩戒，求你让凌云放过他们吧。你的身份证遗失了，我已托人补了一份回来。”苏婉清瞥见那张身份证，瞬间脸上血色尽退。他们不止偷偷注销他户籍，竟连名字也改了，不是苏婉清，而是狗东西。狗东西，狗东西！怒火堵在心口，胀得生疼，压抑数日的情绪骤然爆发。苏婉清没忍住低吼道：“滚！”楚凌云这才发现身份证上的名字有异，心头猛跳，急忙抱住情绪失控的苏婉清，轻拍其背安抚，扭头怒斥柳依依：“谁让你改这个名字的？”柳依依身子一颤，委屈地看了看身份证，吓得哭诉：“名字怎是狗东西？这不是骂婉清姐是？”
吗？凌云，一定是办事的人不慎弄错了，都怪我未仔细查验。婉清姐，你若实在生气，便打我吧。苏婉清却从他那假作无辜的脸上看到了得意，那故意点名的话语分明是明目张胆的嘲讽。他唇色苍白，抬手想要如柳依依所愿，掌风将至，却被人拦住，是沉不住气的楚凌云。方才还盛怒的脸上，此刻竟掺了丝紧张。这是楚凌云第一次为了旁人拦他，怎么我打不得他？苏婉清憋回眼泪，讥诮道：是真弄错了，还是存心的？你心里清楚。这些话听得楚凌云心头一咯噔，他压下那丝莫名心慌，急忙解释：婉清，这种是脏手，我来便是，我这就去替你出气。说完，他粗暴地拽着柳依依离开。这一次，苏婉清没有跟上去，一旁的电话却响了。他拿起听筒，听见对面传来的声音，他知道楚凌云又骗了他。他所谓的教训，不过是一声心疼轻哄，吼一句就吓哭了。我的大小姐，是我不好。柳依依撇着嘴，赌气承认，是我不好才对，都怪我太坏，改了婉清姐的名字。你既要替婉清姐教训我，便动手吧。楚凌云无奈轻叹，将柳依依搂入怀中，一下又一下地吻着她。你并非存心，再说你是我失而复得的珍宝，我怎么舍得动你？是我错了，大小姐，你惩罚我吧。那边的声音突然变得怪异起来。苏婉清怔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楚凌云是在用嘴为柳依依缓解胸口胀痛。紧接着，听筒里又传来粘稠的水声和柳依依压抑的轻喘。楚凌云声音沙哑地问：大小姐，被我的手指伺候的舒服吗？眼泪啪嗒一下滴在床上，原来他还在用手取悦她。苏婉清一想到那个画面，就恶心的几欲作呕。她猛地放回听筒，难以言说的痛楚令心脏紧缩，痛得几乎崩溃。楚凌云，你的承诺可笑至极，辱我也辱得彻底。次日清晨，楚凌云才回来，脸上带着与柳依依欢好后的艳足，却偏要装出对柳依依的厌恶，看起来可笑至极。婉清，我已教训过他，他不敢再针对你了。苏婉清什么也没说，只平静扫他一眼，一夜蚀骨之痛早已将他对楚凌云的爱消耗殆尽。楚凌云只觉苏婉清不对劲，那双眼看他太过陌生，再无半分爱意，心脏狠狠一抽。他有些慌乱，宁可以为苏婉清是因名字一事而导致的情绪不佳，也不敢深想别的原因。婉清，是我疏忽了改名之事，我现在就去将名字改过来。名字早已不重要了，反正再过3日，她便不再是苏婉清，更不是狗东西。午饭后，柳依依又来了，她步履蹒跚，满身青紫，仿佛受尽了折磨。为苏婉清拔针的护士见状惊呼：先生真爱您，为您连女人都狠心教训。柳依依也说：婉清姐，凌云为你狠狠折磨我一夜，我哭求许久，他都不肯停歇，身子都快被他弄坏了。护士更是羡慕楚凌云对苏婉清的深情，一离开便将此事传开。苏婉清无视他，艰难起身去盥洗室。柳依依索性不装，嗤笑一声：装什么？昨夜给你打的电话都听见了吧？还有前日凌云要我食要得那般狠，想必很久没碰你了吧？你怎有脸赖着不走？只要你肯离开凌云，我赏你50块大洋。苏婉清无动于衷，接连被无视，让柳依依有些不悦。苏婉清，你可知我是谁？我是沪上商会会长的千金，你争不过我的。苏婉清瞥他一眼，即便你改了姓，也永远是假的。柳依依愕然瞪大双眼，你什么意思？门外脚步声起，柳依依瞥见熟悉身影，忽然对苏婉清诡异一笑，猛地扯断腕上佛珠，丝线崩断，檀木珠子滚落一地。苏婉清脚下打滑，惊慌间下意识想抓住什么。婉清，耳边传来楚凌云惊惧的颤音，可视线中急奔而来的楚凌云却及时扶抱住了柳依依。砰！苏婉清重重摔倒在地，剧痛袭来，昏死过去。再醒来已是半夜。楚凌云在苏婉清手术时，便命手下人用鞭子抽了自己整100下，事后一直守在她病床前，面色惨白。见她苏醒，楚凌云激动道：婉清，你终于醒了，我还以为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去接柳依依，是我太紧张你，一时慌神抱错了人。他颤声说着，通红的双眼落下泪来。若在往日，苏婉清定会信他。柳依依为追求楚凌云，行事疯狂，屡次伤害苏婉清，每一次楚凌云都会护着她，他太爱她了。如今苏婉清心中波澜不起，她哑声道：我想喝水。楚凌云立刻倒水，小心翼翼喂她。苏婉清无视她背上渗血的鞭伤，单声道：我想再歇会儿，你出去吧。楚凌云怔住，那股异样感再次涌上，他为何不关心她的伤？难道他不爱她了？绝无可能，一定是婉清心情不好，没有留意到。楚凌云张口想要说什么，秘书匆忙赶来，在他耳语低语。他脸色一变，看了眼苏婉清：婉清，你好生休息。苏婉清睡了半日，精神稍好些。负责照看她的护士四也察觉她对楚凌云态度冷淡，忍不住道：夫人，您出事后，先生自责不已。您手术时，他因愧疚让手下人抽了自己100鞭，事后不肯上药，一直守着您。您醒后，他又急着去查昨日之事。有个姓邱的护士路过，说是您争抢柳小姐佛珠才致滑倒，但先生根本不信，不仅辞退他，还让手下狠狠报复了。苏婉清忍不住问：你们都觉得他深爱我？护士点头。楚凌云演得真好，若是他们知楚凌云早已出轨柳依依，还会羡慕吗？一整日，
苏婉清都未再见楚凌云，只收到他打来的电话：婉清，银行有急务要处理，我晚些再回来。可报纸上的号外却无情戳破了他的谎言，警号楚夫人未死，柳依依小三上尉警号。苏婉清看着报纸上的内容，发现是那邱护士将他的消息捅给了报社。苏婉清根本未死，楚凌云纵容柳依依小三上尉。还没看完全文，送报的小孩再次出现，将匆匆赶出来的新报纸交给他。醒目的标题上是一则澄清启事登报，苏氏晚清却已身亡，楚先生悲痛欲绝，邱某伪造照片污蔑楚夫人，令先生在陷哀痛之中，本府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苏婉清看完笑出声来。夜半，他被噩梦惊醒，置冠洗拭洗脸，转身时却被一块湿布捂住口鼻，刺鼻气味吸入。苏婉清来不及挣扎，便软倒下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昏沉醒来。依依，你受的委屈太多了，婉清害你摔倒，险些小产，如今又被护士污蔑，我舍不得动婉清，但一个护士欺了你，总该受些教训。楚凌云的声音飘来，紧接着10数根棍棒狠狠砸在他身上，未愈的伤口再次崩裂，血肉模糊，甚至可见白骨。苏婉清不受控地想起那崩溃一夜，浑身剧颤，痛苦绝望地想呼救，嘴却被破布死死堵住，黑布蒙眼，所有痛苦被无限放大，反复折磨着他。耳边恍惚响起暴雨夜楚凌云的话语：婉清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让你受半分伤害。砰，又是残忍一棍，击碎所有虚妄。耳畔嗡鸣，鲜血淌满脸颊，不知多久折磨才停止。苏婉清半死不活，被人扯下黑布，一盆滚烫的热油泼在他脸上。啊！苏婉清痛到失声，浑噩中听见柳依依得意道：苏婉清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户籍身份都被凌云注销了，他又对外宣称你已死，那这张脸也不必留了。如今我才是凌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可别怪我狠心，谁让你占了凌云一半心，又知道了我的秘密，你就只能彻底消失了。柳依依命人将他拖上车，1个多小时后，烫伤的双眼勉强能视物，虽模糊不清。他被带到一座热闹的老宅，里面像是在办寿宴。没等他找到机会逃走，那些人换上道士袍后就将他推上一处高台，紧接着他被这群人用各式器物殴打凌虐，他痛得蜷缩着身体想要逃，却被众人拦住，锋利长剑刺入身体，搅得血肉模糊，漫天燃烧的符纸落在身上，灼烧皮肉，掺了盐的水泼在身上，痛楚倍增。苏婉清痛不欲生，恨不得死去。台下却掌声雷动。柳依依笑着对楚老夫人解说：奶奶，那满身血污、面目狰狞的便是邪祟，道长们做法，为您驱邪祈福，保佑您长命百岁。楚老夫人高兴地拍她的手，还是依依孝顺，不像那个苏婉清，一无是处，家世平平，看着就会气，却迷得凌云团团转。为了娶她，差点与家里断绝关系。这都3年了，肚子也没动静，若不是依依你嫁了进来，我们楚家都要绝后了。楚凌云不悦低喝：奶奶！楚老夫人哼道：楚家银行快撑不住了，依依答应注资20万大洋，苏婉清能做什么？就只会挥霍楚家钱财，坐享清福。此刻还不知在哪里败家。其余楚家人纷纷附和，就是依依是楚家功臣，苏婉清只会丢人现眼。外人知凌云娶的是会长千金，羡慕不已。先前娶苏婉清时，我都不敢出门赴宴，幸好凌云醒悟，娶了依依。只可惜苏婉清是假死，若真死了才好。柳依依听得心花怒放，笑道：奶奶，法事完了，咱们该用膳了。苏婉清听见熟悉的声音，想要抬头，却被人故意踹倒，狼狈地趴在地上。也终于看清了台下的人，瞬间他僵住了，充血的双眼死死盯着正要离去的楚凌云，只觉自己可笑可悲。他艰难张口想要揭穿这一切，灼痛的喉咙却发不出一丁点声响，脸上的血水和泪也混在了一起，让他已经无从分辨出自己是否流了泪。可胸口撕裂般的痛意让他无法忽视。楚凌云，你错认柳依依，如今连我也认不出，还亲眼看着我受尽折磨。楚凌云似有所感，回头望去，对视上的一瞬间，他莫名觉得心悸，那双通红眼睛给他的感觉过于熟悉，就像是婉清在看着他一样。触及对方眼底的痛恨，更是让他的心口有刹那的绞痛感。楚凌云不由开口：依依，他身上的伤。柳依依停下脚步，没想到楚凌云竟会注意到苏婉清，眼底闪过厉色，随即笑道：自然是假的。凌云，别看了，去用膳吧，我饿了，他是宝宝也饿了。楚凌云只好收回视线，等观众散尽，倒是很踹苏婉清：看什么看？他可是沪上商会会长千金的男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也是你能看的。他们粗暴地将苏婉清拖走，随意扔上山间土坑，又用布死死捂住他的口鼻。死了可别找我们，怪就怪你得罪了商会大小姐，那是你能招惹的。窒息感让苏婉清下意识挣扎，可她浑身早已无力，微弱的反抗在这些男人面前不过是浮游汗数。她绝望地闭上眼，脸上却露出解脱的笑容。楚凌云，我只恨当初错爱你，你负了我，也背弃了誓言，只愿我们此生永不复见。失去意识前，他恍惚听见急促脚步声与惊喊：小姐，竟敢伤小姐，他们该死，快送小姐去医院。苏婉清被送入急救室，柳父得知消息，
推掉所有事务赶来。他在外守了整整10个小时，手术才结束。医生摘下口罩，沉声道：“柳会长，小姐面部烧伤严重，周身多处致命伤，脏器受损，情况危急，能否脱险，还需再观察一段时间。”柳父看着床上被纱布层层包裹的苏婉清，拳头攥得发白颤抖，沉声对钟秘书道：“给我查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所为，竟敢如此折磨我的女儿，伤过星星的人，一个都不准放过。”另一边，楚凌云离席后一直心神不宁，脑中总浮现那邪祟的眼神，即便妆容狰狞，难以辨认，但那眼神太像婉清，而婉清已1日未回他消息，这让他坐立不安，迫切想回苏婉清身边。楚家人对柳依依极为满意，围着他不停夸赞，都怪苏婉清，楚家银行周转不灵，濒临破产定是他克的，自他进门，楚家就没好事，真是晦气。好在如今有依依，银行的事情再也不愁了。依依真是我们楚家的福星。柳依依虚荣心极大满足，故作姿态，等父亲忙完，我便让他立刻给楚家注资20万大洋。楚家人顿时笑逐颜开，楚老夫人更是拍着柳依依的手夸赞他懂事。楚凌云没有将楚老夫人大寿之事告诉苏婉清，一是怕他让他假死之事暴露，二就是怕苏婉清受楚家人刁难，他不愿再往下听，走到柳依依身边。寿宴既已结束，我送依依回去。楚老夫人不满，强硬道：“急什么？房间早备好了，这些日子你们就在这里住下，也让依依好生安胎。你也该学学如何当爹了。依依是千金之躯，绝不能在楚家受半点委屈，你应该将她伺候周到。”今天是楚老夫人寿宴，楚凌云不好忤逆，只得暂时应下。刚将柳依依送到房门口，楚凌云就急着说：“依依，你先休息，我有事要处理。”柳依依心知肚明，心中不悦，却没有表现出来，反正一切她早已经安排妥当。楚凌云偷溜下了楼，正好碰到秘书找了过来：“先生，夫人的新身份证已办好，备车，我即刻过去。”半途，楚凌云命秘书在稻香村停下，买了苏婉清最爱的枣泥糕。到了医院，他轻手轻脚推开病房门，看见病床上背对着他的身影，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他将身份证放于床头柜，为他掖好被角。“婉清，放心，名字改回来了。”楚凌云在病房守了一夜，天亮前赶回楚家老宅。刚到门口，就听下人说柳依依动了胎气。楚凌云慌了，急忙跑了过去。好在柳依依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，只不过他看见楚凌云，顿觉委屈，抹着泪说：“凌云，医生说我胎相不稳是心绪不宁导致的，我知道我们只有1年的夫妻名分，等我生下孩子，你就会跟我离婚。这1年里，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，你能不能多陪陪我？你昨夜离去，我噩梦连连，我梦见你再度抛下我去见婉清姐。”楚凌云想起又是他，心生疼惜，楚凌云失控的死掐住他脖颈，因之低吼：“胡说八道，婉清没有死。”直到秘书出现阻拦，楚凌云才稍微恢复些理智，甩开女子，冷声问他：“什么事？有夫人的消息了？”秘书说着，小心翼翼地观察了楚凌云的脸色。清洁工在会所后院花坛发现一串染血佛珠，我觉得眼熟，就让人查了，发现当天正好有位导演在拍电影，正好将那一幕拍了进去。影片中那夜被殴打的人好像是夫人。最后那句话在楚凌云耳边炸开，他心脏被揪紧，急切低吼道：“影片在哪？”秘书带楚凌云去了会所，将那段截流的录像放了出来。画面中，黑布蒙面的女子被他的人围住，棍棒交加，打得血肉横飞，也打碎了他腕上佛珠。楚凌云心脏骤紧，浑身止不住颤抖，赤红眸子死死盯着影像，心中祈求下一秒希望彻底粉碎。借口支开他的柳依依扯下女子的蒙面黑布，脸上是他从未见过的狞笑。接着有人端滚烫热油泼向苏婉清的脸。不！楚凌云声嘶力竭，可一切已发生，他无力阻止。那张被烫伤的脸让他想起寿宴上的邪祟，瞬间他明白了一切。柳依依为什么要伤他最爱之人？剧烈情绪波动让他生生吐出口血。想到苏婉清当时看他的眼神，楚凌云悔恨万分。他真是个傻子，连自己最爱的人都没有认出来。苏婉清当时是不是绝望极了？楚凌云行如走尸般的离开房间，正好不远处的电话响起铃声。打来电话的人是柳依依，他娇声说：“凌云，你去哪了？我腹痛。”若在往日，楚凌云一定会轻声安抚他，然后火速赶回去。此刻他死死攥紧听筒，手被青筋抱起，强行压住被骗的怒火，说：“我现在就回去。”挂断后，他没有立刻离开，而是吩咐秘书去查婉清的下落，另外再调查清楚柳依依这些天背着我的做了什么。说完，他这才冲出院，赶回楚家老宅，一路闯了10几个红灯。刚进门，楚凌云就接秘书电话：“先生，有人刻意抹去夫人的行踪，我暂时无法追踪到，只能通过护士那里得知，20多天前夫人曾外出，之后长时间停留于角落病房外。”楚凌云猛然想起那天发生的事，脸色瞬间惨白。难道那天他与柳依发生的一切都被婉清看见了？柳小姐曾单独见过邱护士，不久邱护士便指认夫人扯坏柳小姐佛珠，并在小报发布羞辱柳小姐的言论，事后又收到柳小姐的大洋。秘书迟疑片刻，又道：“先生，1个月前匿名注资楚家银行的应该是夫人，但夫人的户籍身份被注销，投资失效，
证券公司发送电报后，一直等不到家属联系，便联系了我们。我查过，夫人曾经打电话给户籍处，想必他早已知晓一切。楚凌云脑中嗡鸣，浑身力气被抽空，踉跄欲倒。他忽然想起来1周前收到的那封电报，收件人的名字是苏婉清。他拿到后就放在了婉清的床边，难怪婉清待他冷淡，原来他早在那时就知道了一切。楚凌云崩溃的又哭又笑，整个人浑浑噩噩的，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到的房门外，想打开门，却听见哭喊腹痛的柳依依正嚣张与人通话，注资20万，自然是骗他们的。待到付款日，我就说是苏婉清得罪了柳家，20万没了，到时候楚家人一定恨透了苏婉清，而苏婉清早死透，说不定都被野兽演得尸骨无存了，这楚家夫人的位置只会是我。砰！房门被狠狠踹开，柳依依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楚凌云死死掐住脖子摁在床上。他目眦欲裂，是你害了婉清？为什么？柳依依惊愕看着突然出现的楚凌云，艰难地抓着他的手，泪眼朦胧。凌云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会害婉清姐？那夜被绑的是婉清，她遭数百下殴打，而你在我走后用热油泼她，毁她容貌，让她成了你口中的邪祟，让我们亲眼看着她受尽折磨，还笑着称好。柳依依，你这毒妇！楚凌云怒声嘶吼，每字每句皆如刀刃刮过喉咙，满口腥甜。柳依依窒息哭泣，凌云，你一定是误会了啊！我肚子好疼，孩子！闻声赶来的楚老夫人等人见状，冲上前尖声喝道：楚凌云，你做什么？楚凌云怒吼，杀意汹涌，他害死婉清，该偿命。柳依依倔强否认，凌云，我没有。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晕了过去。楚老夫人心疼极了，狠狠打了楚凌云一下，怒斥道：你疯了吗？依依是你的妻子，你这是想要让她一尸两命吗？苏婉清死了正好，省得她搅得楚家鸡犬不宁。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怎么能与依依相比？依依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闪失，她死千百次都不够。楚凌云眼中的戾气更盛，嫌恶冷吃，他也配同婉清相提并论。随后不顾楚老夫人阻拦，楚凌云直接召来保镖，将楚老夫人等人撵在门外。医生过来为柳依依诊治期间，秘书赶了过来，将搜查到的东西全都交给了楚凌云，全都是柳依依诬陷苏婉清的证据，还有当初迷晕带走苏婉清之人，正是那日做法道士。事后他们拖着苏婉清入了深山，但那几人莫名失踪，秘书无法查知他们之后对苏婉清做了什么。楚凌云不敢细想，强忍恐惧与窒息的痛楚，立刻让秘书带人去搜山。医生临走前对楚凌云道：先生，夫人情绪过激，又差点窒息，若再有不慎，肚子里的胎儿怕是要保不住了。柳依依这时悠悠转醒，双眼通红。凌云，你怎么能随意怀疑我？你忘了你年少时说过要保护我，不让我再哭的。如今你不仅不相信我，还要为了婉清姐杀了我和孩子。你要是认定我害了婉清姐，就杀了我替她偿命。楚凌云恍惚想起了幼时，那时的柳依依叫小星星，每次看见她，湿漉漉的双眼都是亮晶晶的。她怕自己凄惨的经历会吓跑她，总是强装快乐，在她面前从不诉苦，除非她撞见。譬如她曾见她被精神失常的母亲推入泥潭，明明委屈的快要哭了，可她看见她时却笑了出来，还跟她说笑。凌云，你看我像不像小花猫？而柳依依表明身份后，却经常在她面前委屈落泪，与幼时的星星简直判若两人。柳依依，你不记得自己做过的事情，那我就帮你回忆一下。楚凌云将证据置于她面前，嘶吼道：婉清现在在哪儿？柳依依在影片里对苏婉清做过的事情都拍成了一张张的照片，清清楚楚地摆在她的面前，还有邱护士承认栽赃的亲笔信。柳依依脸色一白，知道自己完了，但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爬到楚家夫人的位置，她心里就不甘，咬了咬牙，强装镇定地说：我确实不知道婉清姐在哪里，我当时只是在跟婉清姐开玩笑，你明明为我注销了她的身份，却只给我1年的夫妻名分。婉清姐醒后，你又总是守在她身边，我太爱你，想让你多陪陪我，这才……楚凌云只觉得恶心，厉声打断：太爱我了便用热油泼她，是我之前太骄纵你，今日我也和你开个玩笑。他击掌，门外的保镖立刻端入一盆热油。柳依依意识到他要做什么，惊恐说道：凌云，你不能！门外守着的楚老夫人等人也都吓坏了，纷纷指着楚凌云吼骂道：楚凌云，即便你不认依依，她也是柳家千金，你这要毁了整个楚家吗？说着，楚老夫人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，其余人也都跟着跑进来，一起护着柳依依离去。还没下楼，门外忽然闯入数十个黑衣劲装之人，他们手里拿着枪支，训练有素地控制住楚凌云的保镖，嚣张闯了进来。为首的钟秘书冷眼看着柳依依，命令身后的人过得倒是惬意，将他带走。柳依依一眼就认出了他，吓得面色惨白，惊恐抓住楚老夫人手臂，哆嗦道：奶奶，爹娘，我不能跟他走，他会杀我的。楚老夫人轻拍他手安抚，冷眼看这群人，是不是苏婉清雇你们来的？贱人，拿我楚家钱财，竟还想让我楚家绝后。楚父站出来警告：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可是沪上商会柳会长独女。楚母也说，她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林依依，原来你就是这样冒充小姐的身份，屡次针对她。钟秘书嗤笑一声，一个下贱的东西竟敢谋害小姐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，带走，阻者格杀勿论。楚老夫人撒泼想要拦住，
却被黑衣人往腿上开了一枪，血光迸溅，惊吓住所有人，一时之间谁也不敢轻易动弹。柳依依被强行拖走，她万分惊恐望向楚凌云，卑微祈求：凌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吓婉清姐，求你救救我和孩子。楚凌云却没听她说的话，满脑子都是钟秘书刚才说的那句话，面上的血色也跟着一点点褪尽。冒充小姐的身份，钟秘书离开前冷眼看着这群人，至于楚家，先等着，伤害过小姐的人柳家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所有人眼睁睁看柳依依被带走，钟秘书将她押至柳家地牢，里面有5具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，浑身都是受刑后留下来的狰狞伤痕，血肉模糊，看起来惨不忍睹。柳依依被恶心的呕吐不止，更吓得魂飞魄散，颤声狡辩：钟秘书，您定是误会了，我只是改姓，嫌原本容貌丑陋，微调了下，并未冒充小姐。钟秘书冷嗤一声，仔细看，他们是谁？柳依依强忍恐惧看去，瞬间惊恐地瞪大双眼，脚底涌上来的恶寒也跟着蹿升。怎么会是他们？他们不是去杀苏婉清了吗？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柳依依忽然感觉不祥，浑身瘫软地跪伏在地上，卑微求饶：钟秘书，我知错了，我不该趁小姐离家冒充她的身份，求您饶我一命。钟秘书没有回他，耳边响起脚步声与轮椅滚动的声音，柳依依心里更慌乱了，身体更是抖如筛糠。钟秘书微微躬身，恭敬道：小姐。柳依依浑身紧绷，连忙爬到轮椅面前，惶惶不安地放低姿态：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大人大量，饶我一命。静默片刻，等来的却是一声讥讽轻笑，那笑声直击柳依依心底。她猛地抬头，苏婉清伤势过重，需长期疗养，身上仍旧裹着纱布。柳依依认不出她，却能辨别出她的声音：我不是什么大人，更不是什么圣母。柳依依，你欠我一条命，便该用命来偿。柳依依怔怔地看他，难以置信：你是苏婉清？不可能，她早该死了。她癫狂扑向钟秘书，扯着他的裤腿大叫：钟秘书，一定是他骗了你们，冒充小姐的是他苏婉清，你们都被他蒙蔽了。钟秘书冷漠看着苏婉清，也冷眼看他发疯，动手。后命多时的护卫将柳依依架上刑架，用麻绳死死捆缚，随后挑选刑具。柳依依看着刑具越来越近，惊恐尖叫，泪流满面的拼命挣扎，却只能绝望地承受着往日施加在苏婉清身上的伤痛，如今全都百倍偿还在了他的身上。凄厉惨嚎回荡地牢，没过多久，柳依依就承受不住，崩溃求饶：小姐，我知错，是我下贱，不该冒充你。苏婉清却头也不回，让护卫推她离开。处置完柳依依，下一个便是楚家。楚老夫人虚弱卧床，嘴上还不忘骂：这一切自定是苏婉清那贱人所为，竟敢提柳家，她就是见不得依依好。我楚家取此贱种，真是造孽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该让她进楚家的门。楚母眼路怨毒，不如我们去找苏婉清，押着她去柳家赔罪。依依若有不测。楚夫忽脸色难看，打断他：领头那人我见过，是柳云峥身边的钟秘书，他称的小姐莫非是苏婉清？绝无可能。另一边，厅堂内，楚凌云崩溃地跪在地上，自虐般的承受铁棍鞭笞，将往日施加在苏婉清身上的伤全都百倍还了回来，脸上的掌印十分清晰，不知道懊悔的自国多少下。赤红双眼蓄满泪，秘书说的话反复在耳边回响：先生，柳依依原名叫林依依，是柳家管家林妈之女。柳会长怕小姐孤单，让她住进柳家，但她私自改姓，并对照柳小姐幼时的照片修整容貌。她不知从何处得知您与小姐往事。1个月前，柳依依自导自演下药戏码，又故意让人透露她可能是柳小姐，引您前去。苏小姐本名柳婉清，离家后改随母姓，夫人便是柳小姐。还有那叶夫人伤势极重，您让医生伪装的病情都是真的。原来她苦寻之人一直在身边，而她竟轻易错认，听信了柳依依的谎言。难怪苏婉清昏睡1周，他却真以为他只是受了些轻伤，轻易就放走了凶徒。他真是个蠢货，背后早已皮开肉绽。但这痛远不及心碎1/1000。待惩罚结束，楚凌云艰难起身，他没有去医院医治，而是踉跄冲出门，一路强撑至柳家公馆。门卫拦他，楚凌云往日的傲气全都没了，低声下气的祈求：我是婉清的丈夫，求你让我进去见见他，我知道错了。门卫嫌恶冷嗤：你说是便是，我家小姐怎么会有你这种神志不清的丈夫？别污了我们小姐的名声，还不快滚！楚凌云不愿离开，跪在门外。他知自己错得离谱，错得荒唐，也该为自己犯下的过错赎罪。门卫见赶不走他，索性不理了。天色忽变阴沉，刹那便暴雨倾盆，电闪雷鸣，雨水砸在楚凌云身上，冲刷身后血水渗入伤口。楚凌云面色惨白，撕心裂肺的痛楚与刺骨的寒意让他抖如筛糠，唇齿也止不住打颤。他脑中不受控地想起半月前那场暴雨，他安慰苏婉清时接到了柳依依的电话，他不想离苏婉清而去，也不忍柳依依害怕，于是他偷偷拿起听筒，趁着天色昏暗，一边安抚苏婉清，一边哄着电话那端的柳依依。他自以为天衣无缝，苏婉清毫无察觉，如今想来，他那日过于平静，是否在那时他就已经发现，只是没有揭穿他。思及此，楚凌云悔恨交加。雨下了整夜，楚凌云强撑跪了许久，
终是体力不支，晕死过去。醒来时，他恍惚看见身边有道人影，下意识以为是苏婉清，激动地滚下床，狼狈跪在地上，死死抓住对方衣角，卑微道：“婉清，我终于见你了，是我眼瞎认错了人，我再不会了，你别丢下我。”可熟悉声音打破幻想，楚母下忙摸他额头，掌心滚烫。他喊来医生，又为楚凌云注射退烧针剂。楚凌云盯天花板，泪流不止，悲痛道：“原来婉清还未原谅我。”很快，他又昏沉入睡。这一夜，楚凌云噩梦连连。他梦见自己和柳依依暧昧时被苏婉清撞破，苏婉清冷漠地跟他提离婚，他跪求他，苏婉清却决绝离去。楚凌云发疯般的想要追上去，却如何也追不上，只能崩溃看他身影消失。再醒来，衣襟浸透冷汗，楚母坐旁抱怨：“凌云，你昨日去了哪里？知不知道依依真楚了事，你我母子在楚家还能有立足之地吗？那私生子虎视眈眈，就等着抓你把柄。苏婉清呢？你快联系他，那些人是他拿楚家钱财雇的。”他这个贱！这些话提醒了楚凌云，他明明和苏婉清一样最恨背叛，如今自己却成了负心人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柳依依。楚凌云抬头看楚母，眼底杀意骇人。柳依依该死！楚母被他吓住，一时没敢再说什么。楚凌云不愿意在医院浪费时间，离开后就去找了当初凌虐苏婉清的地痞，直接让保镖动手。地痞不明所以，却还嚣张道：“先生，我们可是柳小姐好友，您不怕她知晓了动气？”柳小姐？楚凌云嗤笑，用烟头烫在他的伤口上，声音冰冷：“那他可曾告诉过你，他是冒牌货，而你们伤的才是真千金？”什么？众人惊骇，随即又纷纷将罪责推给柳依依。这件事不是我们想做的，我们都是受了柳依依的指使。楚凌云恍若未闻，处置完他们，他就去申请撤销死亡判决，又到户籍处申报恢复身份。处理完一切，楚凌云去了楚家银行。这2日，楚家银行遭柳家打压，股价暴跌，加之资金周转不灵，职员纷纷罢工，唯独楚家银行大门。楚凌云好不容易将这些人安抚下来，楚父就派人过来，让他带着苏婉清赶往柳家公馆。刚到，楚凌云就看见楚父和他在外豢养的私生子。楚父张望片刻，没看见苏婉清，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，厉声怒斥：“楚凌云，柳云峥一定知道依依出事了，故意报复我们楚家，你是不是耳聋了？我让你带苏婉清来，你没听见？你快去叫他一同过来赔罪。”楚母走到楚凌云的身边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凌云，你去求依依，她那么爱你，只要她在柳云峥面前美言几句，楚家就有救了。私生子趁机冷嘲，我看他存心的，反正他有柳依依护着，哪管楚家死活。”楚凌云忽然笑了：“至今你们还以为柳依依是柳家千金？”楚父喝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楚凌云笑了，笑声牵动到伤口。真正的沪上商会千金是苏婉清，被你们嫌恶至极的苏婉清。众人惊愣当场，难以置信，胡言乱语。苏婉清这种下贱之人怎么可能是？话音未落，公馆铁门开启，钟秘书身后的护卫将生死不明的柳依依丢到他们面前。不等楚父几人回神，林妈突然奔来，抱着柳依依痛哭道：“依，我的女儿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该纵容你的。早知道有今日，妈妈绝不会同意让你改姓。给你看小姐照片。”钟秘书目光讥讽扫视众人，故意提醒林妈：“这就是你女儿的夫家，求求他们，或许还能让柳依依多活片刻。”楚家人看看钟秘书，又看看林妈怀中柳依依，只觉天塌地陷。楚凌云毫不在意柳依依，双眼死死盯住公馆内，远远瞧见轮椅上一道身影，心跳声比大脑先一步认出苏婉清。婉清！楚凌云立刻冲向前，却被护卫死死拦住。